哎呦喂！但是呢，这就是想得多。其实不看，好好过你的日子也没什么事儿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月影》。哎，我是不是介绍过这本书？叫做《阴影》啊，阴影。哦，叫有光照的地方就会有阴影。来，我也不是好学，大家不要想太多了，我也没那么好学。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。因为我就觉得我饿了，比如说我饿了，我就想吃串儿，我就得点串儿。你现在给我点什么我都觉得不对。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自个儿想法特别干苦，或者觉得没劲。当你觉得没劲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脑子饿了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买点幸福的3个真相。当然说这个名儿实在太缺了。然后它就能让我的脑子变饱啊，好像是啊。但是有时候也变不饱，因为有时候脑子也跟那个嘴一样，它容易吃坏东西，然后也没劲。有时候那串你也点的，你感觉这串没准新开一家店挺好吃的，一点那破串什么破玩意儿，所以它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有光亮的地方就会有阴影》。这本书我以前好像介绍过，这本书都是讲那些哲学家的啊。好，我们来聊一点爱情的故事，好不好？这个开始的是这个第一章，是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前面就是讲道理的，好麻烦。什么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，让我们积极有效的听取他人我知道了，行了。然后看着就烦。好。我这里写的这笔记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写这些笔记。那么我们就从笔记里开始念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反正他基本上，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智慧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，愚蠢的人说话是因为他们想说话。”就是这种。但是呢，你就丑不冷的突然看这种字儿吧，你觉得哇塞，好棒哦，说的。然后，但是你就琢磨这什么破玩意儿？那我到底是智者还是愚蠢的人呢？因为大家又不愿意把自个儿认知成我就是个愚蠢的人，所以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有话要说，但是我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我要想说，我要表达我自己，所以我还是个愚蠢的人，对不对？行了啊，就不要所以说哲学嘛，就是有时候你看完一些名言之后，就是让你开始深思啊，开始反省自己，反省完自个儿，就发现自个儿其实挺好的，说什么废话在这儿啊。然后那我们开始来读这些东西了啊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读书啊，我经常跟书较劲，我经常会骂书的，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什么破玩意儿，根本就不对。然后这样就显得我特别厉害，嗨，然后我在说什么？我跟书较什么劲？然后我只是。这种书一点都不累，你有人说看这种书好累，你要跟他对立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，我觉得书啊，还有人，还有这个世界上一切，告诉你的事情都是不对的，也有可能都是对的，就是你自己去，你可以跟他较劲，你跟他杠，你说凭什么智者说话，因为他们有话想说，愚者说话，他们不是智者说话，因为他们有话要说，愚者说话，因为他们想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，你就这么说你爸吗？然后。我们的父母经常就是因为他们想说，他说我想跟你说说，对不对？你能说咱们的父母是你爸你妈是愚者吗？对不对？要说抬杠，他肯定抬不过咱们，但是咱们还是得接着聊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反正就是这一段啊，他说这个但是这句还是不错的啊。当遇到爱情时，每个人都变成了诗人啊。然后呢，当然说我一直认为。之前我也说过，人生我瞎说的一句话，我说人生辽阔，不能只活在爱恨里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爱情并不只是爱一个人，就是我觉得爱情你可以对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，包括你的手指头还行，包括你的呼吸，包括任何眼前的东西，你都可以爱上它，对不对？那才叫爱情。当你爱上一个东西，不仅是人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变成诗人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对。就是刚才那本书，我们要学会愉悦、爱与平静。
我愉悦已经做歌一般都是做愉悦的，那是痛苦的结晶，那是我痛苦的结晶。爱呢，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学会很多了，因为我已经慢慢的我已经学会了爱情不仅是人，然后但是我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平静。好的，我们来说这个啊，好，上面呢写了一些啊，当我们自己没有恋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恋爱的人很可笑，我们甚至会被他们扰怒，甚至有时候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举动，这是因为我们听不到他们内心的音乐。直到我们自己坠入情网的那天，我们才发现自己竟然也说出了曾经无法想象的甜言蜜语，跟听见了那个从来不喜欢听的音乐，对不对？因为爱会让我们变得柔软。这句话里头的重点就是在于它的形容非常好，就是在于我们那个，也许你看见，比如说爱别人谈恋爱，或者别人成功了，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呢，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他们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，反而觉得特别的烦，什么破玩意儿？你就看他们，然后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听不见他们心中的音乐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听觉盲区，感觉盲区。对，又回到这个盲区这个问题上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真的对这个盲区这个事儿非常的就怎么说的，就是执念。我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走出别人的盲区，但是我发现我走出了这个盲区，我就会进入别人那个人的盲区，因为每个人盲区不一样，而且每群人的盲区也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你就永远无法，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，做我自己。我现在最烦的4个字就是做你自己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发现，就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去做，而且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我不想做的自己，已经是很棒的做自己了，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，然后我非常的我总是这样，好，然后那个我们来接着看啊，这句话对，之前我分享过这句话，这句话特别特别酷。当时我读完这段文章的时候，我非常的，怎么说，就是觉得好棒，那么现在我要开始读这段了。Everybody 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读这段了。我喜欢的这段话，在非洲的每个清晨，当一只羚羊醒来，他就知道一定要跑过最快的狮子才能生存。在非洲的每个清晨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在非洲的每个清晨，当一只羚羊醒来，他就知道一定要跑过最快的狮子才能够生存。在非洲的每个清晨，当一头狮子醒来，他明白只有赢过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，才不会饿死。所以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你最好已经开始奔跑了。多好的话 ！Oh my god， 好棒，非常的励志。这种话就是因为不管你是强还是弱，你不能放弃奔跑，你明白吗？你就是就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也是，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哇好累，我在干嘛一天到晚，然后但是我不能停止向前，要不然狮子就来了，对吗？好吗？虽然咱们大部分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狮子，有的时候我们是羚羊，对，是这样的，然后只想躺吗？对，有人觉得不公平啊。然后首先在成人世界聊公平这件事儿，首先就不是成人世界的事儿，好吗？然后公平还行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哪有那么多公平？然后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要不断的向前，不断的奔跑，好吗？好，那个
当然说我说话有很多偏见啊，希望各位咱们就是相互讨论。我 DM48 就要来了啊。好，但是我还要再读完一段，也没有什么累的。其实大家说什么做人很累，但是问题就是在于，其实累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活着，我们就会觉得累。当然我们走了之后，我们也不会觉得累。所以一切的累就是在于我们有意识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觉得我们的意识很累，但是我们又觉得不能失去我们的意识，所以这件事就非常的缺且无聊。所以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觉得累，你觉得不管你是羚羊还是这个狮子，你就是要向前奔跑。你累不累你也得跑，你累了就会被狮子吃了，好吗？你一个狮子，你如果累了，你就会被饿死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向前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下一本书。